在这个内容爆炸、审美不断升级的时代，一部真正能够让人心动的作品，早已不只是剧情本身，更是一种氛围、一种情绪，甚至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灵魂共振。而如今，随着烟火与月光的消息逐渐浮出水面，观众的期待值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。因为这一次站在聚光灯下的是备受瞩目的两位演员翟依莹与张宏明，他们的名字或许早已在不同的作品中留下深刻印记，但当这两个名字被并列放在同一部作品中时，所引发的化学反应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合作二字。这不仅是一场演技的碰撞，更像是一场命运的交汇，一种注定会被反复回味的艺术表达。翟依莹一直以来都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极具层次感的表演著称，她的每一次落泪，每一个回眸，都仿佛带着故事，让观众不自觉地沉浸其中。而张宏明则是另一种风格的代表，冷静、克制，却又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的情绪张力。如果说翟依莹是月光，温柔而包容，那么张宏明更像烟火，炽热而短暂，却足以照亮整片夜空。当烟火遇见月光，会发生什么？或许这正是烟火与月光最令人期待的答案。据目前透露的剧情来看，烟火与月光并不是一部简单的爱情故事，而更像是一首关于时间与命运的诗。故事讲述的是两个在青春时期擦肩而过的人，在多年之后因一场意外再次相遇。他们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始，却在漫长的岁月中积累了无法忽视的情感张力。我们曾在同一片夜空下仰望，却从未真正看见彼此。这样的设定本身就带着一种淡淡的遗憾与宿命感，而这种情绪正是最容易击中观众内心深处的部分。真正优秀的演员从不依赖台词去表达情感。在预告片的片段中，有这样一个画面，两人站在烟火绽放的夜晚，没有对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彼此。背景的光影不断变换，而他们的眼神却成为了整场戏的核心。那一刻，观众仿佛能够听见他们未说出口的话。这种用沉默说话的能力，正是翟依莹与张宏明最令人惊艳的地方。他们不需要夸张的表演，只需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，就足以让人心跳加速。烟火与月光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诗意，烟火象征着短暂却炽烈的情感，月光则代表着长久而温柔的守望。两者看似对立，却又在某种意义上彼此依存。影片中大量运用了光影对比的手法，明亮的烟火与柔和的月光交替出现，形成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视觉体验。而这种视觉语言恰恰也是角色内心世界的映射。或许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曾出现过烟火和月光，一个让你燃烧，一个让你平静。相比于一开始的平静，烟火与月光的情绪是逐渐堆叠的。前半段更多是压抑与隐忍，两人之间似乎总隔着一层无法打破的屏障。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那些被压抑的情感开始一点点浮出水面，直到某一个瞬间彻底爆发。这种情绪节奏的掌控对于演员来说是极大的挑战，但从目前释放的片段来看，两位主演显然已经找到了最佳的表达方式，不是一开始就用力过猛，而是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情绪一点点吞没。其实观众之所以对烟火与月光充满期待，不只是因为演员阵容，更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普遍而深刻的主题。如果当初没有错过，现在会不会不一样？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，却几乎每个人都曾在某个深夜问过自己。而影视作品的魅力正是在于它可以替我们重来一次。在这部作品中，观众或许能看到另一个版本的自己，那个勇敢表达、没有遗憾的自己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烟火与月光并没有停留在爱情的表层，
而是更深入地探讨了人物的成长与选择。两位主角在重逢之后，并不是立刻走向圆满，而是需要面对现实的种种考验，过去的误解、现实的压力以及内心的挣扎。这种更加真实的设定，让整个故事更具厚度，也更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。因为真正的人生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相爱就好。除了演员与剧情，这部作品在制作层面同样值得期待。从场景设计到配乐选择，都可以看出制作团队在努力打造一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。尤其是烟火与月光的意象贯穿始终，使整部作品在视觉与情感上形成统一。据说某些关键场景甚至反复拍摄数十次，只为捕捉最真实的情绪瞬间。这种对细节的执着，往往正是成就经典的关键。当我们谈论烟火与月光时，也许我们讨论的不只是一个故事，而是一种情感，一种遗憾，一种关于如果的想象。它可能不会给出完美的答案，但却会让人重新思考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我们是否应该更加勇敢一点？当烟火熄灭，月光依旧。如果有一天你也再次遇见那个曾经错过的人，你会选择沉默，还是勇敢说出心里的那句话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你相信错过的人还会再相遇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如何选择？感谢你看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